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今天阿鹏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韭菜炒鸡蛋的保木级教程。这样子炒出来的鸡蛋，它外表焦黄，而且香味适宜，吃起来呀外焦里嫩，是真的超级的好吃又下饭。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它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，哪怕是厨房小白，在家里就能轻松操作的。这道菜经济实惠又好吃，如果大家也喜欢的，那么接下来呀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呀，我们准备1块钱的新鲜的韭菜。我们先把韭菜放在大盆里面，再添加1大勺食盐，最后再往里面添加满清水，没过韭菜，将其给它浸泡下来。我们先用盐水将韭菜给它浸泡大概10分钟左右，备用。在浸泡10几分钟以后，我们再下手把它清洗一下，因为食盐呀，它有很好的杀菌消毒的作用。我们用淡盐水将其先浸泡一下，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上面的一些虫卵和细菌给它清理下来。而且在经过浸泡以后，还可以软化泥沙，让泥沙在清洗的过程中更加的容易脱落。我们将韭菜第一遍清洗过后，接着控水捞出来，再重新的往里面再添加满清水，将其再继续的清洗一下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尽量的将韭菜多清洗几遍，把上面的一些虫卵、虫子，还有一些杂质全部的清理出来。在经过反复的清洗过后，这个韭菜呀就清洗的特别干净的了。接着我们再把清洗干净的韭菜控干水分捞出来，下一步进行改刀处理。我们将韭菜放在板上，把它改刀切成大概1公分左右的小段。我们将韭菜全部的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先将其先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小葱少许，将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我们在做韭菜炒鸡蛋的时候，往里面添加些许的葱花，可以让韭菜鸡蛋炒出来更加的香，也更加好吃。我们将葱花改刀切好以后，先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个稍微大一点的碗，往里面打个4到5个新鲜的鸡蛋。这个鸡蛋我们先不要着急的调味，我们先用筷子把鸡蛋给它打散。我们用筷子将鸡蛋同一方向进行快速的搅拌，把鸡蛋给它彻底的打成鸡蛋液。打鸡蛋我们也是有技巧的，要用筷子把鸡蛋挑起来打，这样子打出来鸡蛋会更加的细腻。我们将鸡蛋彻底打散之后，接着先将其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烹饪。我们起锅，把锅烧热以后不需要放油，然后再把韭菜放进锅里面，开小火将韭菜慢慢的翻炒一下，将韭菜里面多余的水分煸炒出来。经过煸炒以后，可以让韭菜吃起来更加的香，也更加好吃。另外韭菜翻炒的时间也不需要太久的，大概翻炒1分多钟就基本可以了。开小火慢慢的翻炒1分多钟以后，接着我们将韭菜盛出来，然后再把韭菜添加到鸡蛋液里面。接着我们再把切好的葱花也添加进来。要想鸡蛋炒出来更加的香嫩又好吃，可以再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水淀粉。下一步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再往里面再添加一点点的酱油，少许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再来上少许的胡椒粉去腥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，将调料和水淀粉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个韭菜炒鸡蛋呀，你要是像我这样做，保证你做出来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更加好吃。我们将它持续的搅拌一小会，将里面的所有食材和调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接着先放开一旁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开始重新起锅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用油，把油烧热以后，我们再将鸡蛋液给它倒进锅里面。全部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锅铲把它整理一下，把鸡蛋液给它整理平整，让锅中的韭菜和蛋液可以均匀的平铺开。这个时候的火候呀，我们开中小火把它慢慢的煎，开中小火慢慢的煎，将底部的蛋液慢慢的煎至成熟凝固。等到鸡蛋的底部开始成熟凝固以后，可以像我这样子轻轻的转动一下铁锅，
让锅里面的鸡蛋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把底部的鸡蛋煎至微微金黄色以后，接着我们再用锅铲把鸡蛋翻个面，把另外的一面也开始同样的煎制一下。先把鸡蛋液全部的煎至凝固起来，因为鸡蛋液成熟的过程中需要吃油的，如果感觉到油比较少的话，可以往里面再添加少许的油。翻面以后，我们还是同样的开中小火把它慢慢的煎，把这一面也同样的煎香煎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如果阿鹏这个视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阿鹏点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了。我们开中小火把鸡蛋慢慢的煎制，把鸡蛋的两面都煎至金黄焦香。经过这样子的煎制以后，鸡蛋吃起来呀会更加的香，也会更加好吃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炒出来的鸡蛋水溜溜的，闻起来也不香，吃着也不好吃的一个原因了。我们将鸡蛋两面煎至金黄焦香以后，接着我们再用锅铲把鸡蛋切碎一点。我们将鸡蛋用锅铲全部捣碎，切成小块以后，接着再把它翻炒一下，把切开的鸡蛋全部都翻炒出香味。我们将鸡蛋切开以后再翻炒一下，可以让中间没有煎过的鸡蛋吃着更加香。我们开中大火将它简单的翻炒一小会，把鸡蛋全部炒香，炒出锅气，炒出香味。大概翻炒个差不多1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子一道香喷喷的家常美食韭菜炒鸡蛋我们就制作完成了。最后将它关火出锅装盘，我们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按照我这方法炒出来的鸡蛋，它的色泽金黄，而且外焦里嫩，焦香四溢。一出锅，整个厨房都飘满了鸡蛋的香味，吃上一口，香味特别浓郁，真的是超级的好吃的。这道菜呀，它做起来非常简单的，相信你们看过之后都已经是学会了。而且这道菜经济实惠又特别好吃，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并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哎呀，你咬疼我了。